社稷江山，千秋万代，朕怎能不考虑周全？于妃与臣妾相伴多年，她如若想要害臣妾的孩子，比谁都有机会。她如若忌惮嫡子，早就可以对永基下手，何必等到永景呢？臣妾久居宫中，与于妃并肩扶持。臣妾相信于妃不会害臣妾的孩子。如意啊，朕年少的时候也很相信身边的人，但皇阿玛冷落，皇娘私心，兄弟争宠，妹妹疏离，就连朕的嫔妃，还有孩子，都各怀鬼胎，甚至还要行刺朕。所谓的信任，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。臣妾明白皇上的烦忧，只是田氏一事，就算人证物证俱全，臣妾也还是有疑心的。田氏母子已死无对证，扎齐是于妃的侄子，可并不见得对于妃忠心。他若是忠心，便会咬死不说；他倒是一用刑，便吐得一干二净。像这样的人，用许多方法都可以让他说出违心的话。皇上，事已至此，但求彻查，不要冤枉了任何一个人。看来皇后还是相信于妃的。你放心，朕一定会给咱们的孩子一个交代的。如意啊，朕知道你心里的恨。朕亲自问过魏答应了，对他额娘所做之事，他再三发誓未曾参与。魏答应跟随了朕这么多年，他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一个舍出自己生母顶罪的毒妇。再说了，景嗣夭折的时候，他没有皇子，他也实在是没有争宠、谋害嫡子的必要。皇上信他的话？朕不是信他的话，是现在没有证据。他救的是科尔沁部王爷的亲孙子，是满蒙联姻的硕果。此番若是没有他，清幽只怕是性命难保。再说了，景色与额父姻缘不协，若是没有清幽，只怕他们是会和离了。这联姻要如何连得下去呢？朕的江山里面，不能缺少科尔沁部的安稳呐。皇上又要让臣妾顾全大局了。皇上一直要臣妾顾全大局，臣妾也一直为大局忍耐。只是永景，连你我的面都没见过就走了。景嗣小心翼翼地把他养那么大，也有可能是魏延丸所害，走得这么可怜。永景和景嗣之伤，朕何尝不心痛啊！但是朕不只是他们的阿玛，更是一国之君。你不只是他们的额娘，你更是一国之母啊！这臣妾怎么会不懂得？臣妾问您一句话，在你心里边，是不是根本不相信魏延丸会做那样的事儿？魏答应从宫女起，就一直待在朕的身边，可以说是朕一手调教出来的。你认为朕会一手调教出来一个毒妇吗？害死了朕的儿女，还舍出了自己生母的性命，来为自己顶罪，这有可能吗？如意，臣妾明白了。
皇后，皇上，来送孩子上学啊？朕一直想着，永基换了师傅，所以朕来看看这师傅教导的如何。多谢皇上为永基费心了。自己的孩子多费些心也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永基的程度本就比不上少时的永基。是臣妾教导孩子不如皇上的意，臣妾告退了。如意啊，朕没那个意思。都这么些时日未见了，你还不愿在朕的跟前吗？臣妾知道会让皇上不悦，不如不在皇上眼前，皇上也可以清静些。那日在宝月楼，是朕冒失了，但看到相见那样的情况，这也是一时情急啊。如意，就算朕当时有不妥，都半年了，朕没有去翊坤宫，你就不能来养心殿吗？你要和朕别扭到什么时候？你是皇后，凡事不能什么都由着自己的性子。孝贤皇后就不会像你这般如此。启禀心情终不及旧书旧见酒相投，臣妾这个皇后做的，确实不如孝贤皇后。如意啊，朕写的那些诗，并不是说你不好，只是婉嫔有心整理，刚好又逢孝贤皇后的忌辰，朕才让人抄送了，送到宫中以示悼念。孝贤皇后是皇上的发妻，皇上情深也在情理之中。况且皇上那些诗写的确实动人，臣妾甚至想，若孝贤皇后九泉之下有知，怕也会感慨，这般深厚追念，过生也不枉然了。皇后，你锋芒太利了。臣妾自知不足，就先回宫闭门思过。皇后，既然你要静心思过，养着孩子必会分心。永基你也别养了，即日起将永基送到于妃那去。你性子别扭，如何养得好孩子？将永基送到于妃那养着，学学永琪的好处，替朕分忧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您真要把12阿哥送到于妃娘娘那儿？本宫固然不舍，可又有什么法子？好在只是送到海兰身边养着，本宫也没什么不放心的，也还有永琪一起看顾着。看来孝贤皇后这把顾剑，真是永远插在皇上和娘娘之间了。这把顾剑一直都在，本宫根本就不在乎。可是把这把剑插入骨血的，却是皇上。咱们能奈皇上何？倒是令妃，除了皇上撑腰，还有和敬公主支持。娘娘，您可不能在和皇上疏远之时，让令妃横行无忌。朕曾经有诸多的皇子，只可惜，现在朕呐，已经快到了天命之年，膝下也只有永琪这个孩子比较成才，还有永基这个嫡子。永琪文武双全，办事妥帖周到，是个不错的人才。是啊，永琪是很好，只缺一个嫡出的身份。所以如今，朕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永基身上，希望他像永琪一样勤奋好学，哪怕有他的一半都好。皇上所言是对永基充满了期许，可臣妾以为，即使永基不能承担皇上心中所想，若以后以他的一己之力成为朝廷的栋梁，尽辅佐之力，也是好的。尽辅佐之力，这就是你对自己孩子的期许吗？这些日子，朕把永基带在身边，细心的教养，但朕发现他的天分确实不足。臣妾的儿子
皇上，天资不同，或许永基比不上旁人。如若他好，当然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；若他不好，总不能把他只归于乌拉那拉氏吧？额娘，额娘，额娘。醒了，来。永基，皇阿玛，乖，喝药啊。喝几口药啊。汤。来。再喝一口。好了，躺下吧。永基当然是朕的孩子，又是嫡子，朕怎么会不重视呢？今夜永基被挟持，朕怎么会不心疼？可当着人面，永基表现得软弱无能，叫朕的颜面何在？叫朕心中的期望如何托付？永基不过9岁，还是懵懂稚子，在皇上的心里，是孩子的平安康健要紧，还是君臣的颜面要紧？臣妾有些时候真的不明白，皇上心里到底在乎的是什么？你想知道朕在乎什么吗？朕在乎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，更是皇子，更是大清的继承者。有能力者非嫡出，嫡出者能力不及，叫朕如何不担心？朕是皇帝，朕当然要以皇帝的身份来考虑所有一切。社稷江山，千秋万代，朕怎能不考虑周全？皇阿玛，都是儿臣的错，都是儿臣不好，儿臣知错，你别和皇额娘争执。您是皇上，但您还是人父，且恶意行凶的是刺客，防守失职的侍卫。永基是最无辜的，为什么反而现在是永基在受您的质疑和斥责？不是应该先安慰他吗？即使是皇子，所受的期望不同，您也不该在他面前说这些话。那你不也是当着孩子的面表达对朕的不满吗？你对朕为人父不满意，是不是对朕为人父也不满？告诉朕，在你的心里，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人夫？又或者是，谁更合适？臣妾从头到尾心里只有皇上，皇上可以有别的阿哥和永基相比，可是臣妾却没有别的男子可以和皇上相比。臣妾视皇上为夫君，可是皇上并未全然视臣妾为妻子。你是皇后。朕立你为皇后，是要做天下女子的表率，做所有后宫的表率。臣妾是皇后，可是，在皇上心里，皇后只不过是后宫的一个官衔，跟前朝的文臣武将有什么区别？好，你明白这个道理。那朕再教你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只有2个字，那就是顺服。永基来，永基不怕，额娘在，额娘在，额娘在。